大胖媳妇五一回了趟铁岭，把我家所有的老人都给孝敬疯了。但是我爷多年的阿兹海默症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胖媳妇给治愈了。我爷这2年吧有点阿兹海默，然后最近吧还做了个支架手术。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五一就回去看他。大胖媳妇静静地坐在我爷旁边，良思许久，问了一句：“爷，你整个鸡架，整个鸡架。”我爷也想了许久，说：“熟食我就爱吃猪蹄子，我啥时候要过鸡架？”我就发现这个世上他没有大胖媳妇对不上的驴唇和马嘴。爷，你本来就高血压，还猪蹄子，那玩意儿越猪蹄子越鸡架，越鸡架。然后啊，我奶家就老用那种旧的内胆都已经完全刷掉漆了那种老电饭锅。大胖媳妇就说用这个就是吃毒，我奶就是不扔。几年前，大胖媳妇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老电饭锅给做约巴了，就以为做约巴了，老太太肯定就换了呗。结果这回回去发现根本没换，还搁那用呢。家里吧明明有新的，我奶说那新电饭锅是在药房买药2000积分换的呢，那不能用。大胖媳妇说你要继续用这个内胆，你药房积分马上就能过万。然后这次回铁岭，大胖媳妇又一个假装没走稳，咵嚓2座电饭锅，我爷搁那迷糊的。孙女的对象找的腿脚不利索，怎么净往电饭锅里做呢？然后这电饭锅呢，它劣质的很声东击西啊。被大胖媳妇做完之后，有毒的内胆一点没飘，插电的插口飘了，虚连插一会儿就掉，插一会儿就掉。最后呢，就是我奶只要一焖饭呢，就让我爷坐电饭锅旁边怼着。我爷呢，一手拿个收音机听2人转，一手扶着那插头慢摇，没事就怼一下子。看那个韩来说啊。大胖媳妇一进屋，咱爷是2人转 DJ 呀，2人转 DJ 呀。折磨完我爷我奶，又轮到我妈了。我妈在家摆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一个迷你仿真生态园，你一摁呢还带喷泉的往出喷水，然后这里吧全是小巧思，就这个水边呢，它做个小和尚，小和尚的脚边呢还4只小王八，水一喷呢，就这些玩意儿就全变色了，从灰色就变成了绿色，就是特别酷炫。但是呢，这2天的生态园坏了，这水喷不出来了。我妈说那就拉倒吧，大胖媳妇孝心就上来了，就一定给我妈修。她把通水管还真修好了，现在喷泉能喷出来水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差在了哪个环节，劲儿不够，就能浇着一半。现在绿的只有小和尚的屁股和2王八的脑袋，像中毒了似的。一看修掉链子了，第2天去菜市场还问人家：“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小王八？我给我妈补几只活的。”人家说：“俺这儿只有甲鱼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人我说我要真龟，你告诉我你有甲鱼，咋寻思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拉倒吧，正好要到母亲节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妈要去旅游，你就说这神鞋是你送的，这牌子好多年了，我妈肯定知道。”我妈收鞋之后呢，果然非常喜欢。其实吧，老人年纪大了，脚会变形，普通的鞋容易磨脚，足力健呢是他们自生产的，质量有保障，专为老人设计，轻便透气还耐磨，所以更舒服。我们看我爷这个情况吧，都觉得这很难好转了，就基本心里放弃了。但大胖媳妇就发现我爷吧，他现在有点抑郁，但如果你跟他聊年轻时候事儿呢，他眼睛放光，就刺激我爷，问我爷：“爷呀，你除了当 DJ， 年轻时候都怎么招小姑娘喜欢的？”我爷一笑说：“我会拉二胡。”大胖媳妇，我不信，你试试。我爷呢，为了证明自己曾经的倜傥，咔把二胡从床底下拎出来就开始练，那练一整天呢。但练一会儿自己就忘了。哎，我为啥要拉二胡？我奶不是叫杨淑琴吗？大胖媳妇就逗我爷：“当年小曲儿给谁拉的？哪位姑娘？”爷，我爷说：“给赵玉兰。”大胖媳妇没个大心，问我奶：“说你呢，赵玉兰？”我奶急眼了：“你叫赵玉兰？”大胖媳妇：“我叫穆赫兰，杰米穆赫兰，咋还急眼了呢？前女友啊，前女友啊。”哎，你们看这个老太太是谁？她是我从加拿大大老远飞来的婆婆温迪，因为和草莓园产生了贸易纠纷，她在街边卖了2小时草莓。误会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前2天大胖媳妇下班回来，拎回来好几筐草莓，跟我说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，就带着所有学生去草莓园随便摘回来3筐。那咱知道，那肯定是学校提前就包场拿钱了，但对她来讲那就随便摘。然后她妈妈温迪就听了，什么叫随便摘？大胖媳妇说就是随便摘。第2天我们都去工作了，温迪当当敲我爸屋门，我爸一开门，温迪眼睛直勾的。我要去草莓园。我爸说你先不要急，我不是不领你观光，我都列好了。周6咱们去长城。温迪说我要去草莓园。我爸说周天再去故宫。温迪说我要去草莓园。我爸说长城有1000年的砖。温迪说那也不让我随便搬。我爸说故宫瓦上都有金钩。温迪说那也不让我往家抠。他俩的对话就陷入了僵局，一个想打开文化枷锁，一个只想要免费水果。我爸架不住他这么虔诚，后来没办法，我们一起带他去了草莓园。到门口，我爸问人家说这咋收费呀？是计时的吗？那草莓园老板吧，他有口音，很严重。他说不计时，一进45。大胖媳妇以为自己听懂了呢，赶紧给他妈翻译。一进45，进来一次45，听着没？拼的是待机时长。温迪说好，然后就进去了。薅草莓薅半道说我想上厕所，可不可以出去？大胖媳妇说一进45，出去再进90，你自己考虑吧。温迪挺到最后啊，那温迪在里边那根本不是60岁老太太的状态。草莓园不都一坑一坑的吗？他主攻第9坑，薅秃了都，带剪子去的，最后摘了8斤，要不上厕所憋不住了还摘呢。抱着草莓乐呵要走，在门口让人拦下了，说总共8斤，要付360。温迪一听，抱着草莓倒着原路就退回去了。跟他儿子说你说有没有办法我能把草莓安回去？大胖媳妇说安啥呀？你心眼太实。这草莓园30行草莓，别人薅草莓都是这儿薅一个那儿薅一个，跳着薅。
你可倒好，薅草莓净可一行薅，你薅完那行只有草没有莓，人后边来采摘的游客以为第9行是绿化带呢，绿化带。然后就没办法了，得结账。温迪只有现金，人家只收扫码，温迪就只能求我爸代付。但是吧，他摘着6颗草莓，一半没熟，都是绿的，我爸就不想给他交这钱。温迪楚楚可怜的看着我爸，我爸就躲着他。我爸说你说他要摘都熟的，我就买了。你说他傻了吧唧摘着4斤绿草莓，我不给他扫那个码。我爸把手机付款码一扣，就绕着他走。温迪抱着盒绿草莓就追逐。大胖媳妇搁旁边一看，跟我说：“你说他们俩这个状态属不属于青梅竹马？青梅竹马，咱爸多少有点插翅难逃。”我爸最后呢把草莓买了，但是温迪也是体面人，青梅竹马之后还是要把钱还给我爸。出了草莓园，发现大街路边有卖草莓的，于是大胆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大胖媳妇说自己有课，打车跑了。温迪带着俩孩子当场就卖。不是，我不认识。温迪很执着呀，卖不出去坚决不回家。最后是咋劝回去的呢？我跟你说，大家人还得是有文化，得懂法。最后是我爸跟温迪说你呀来中国拿的是探亲签证，你今天卖草莓，哪怕有1块钱的交易额，那就涉及中外贸易往来了，那你得办商务签，否则你拿着探亲签在中国牟利，那是会被罚款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爸话还没说完呢，温迪铺盖卷卷好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我说这网红的钱呢，还真不能都赚，还是得有点良心。我老公上个月植发了，当时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呢，那个植发机构的领导不在，然后我们回家呢就发了一个视频。我吧怕观众以为我们打广告，我就把这个机构的 logo 全给打码了。视频发出去，他们领导发现了，立马跟他的下属说：“那这么大的网红来咱们店做植发，你们还不想点营销策略？赶紧联系他们。”然后他们团队就找我们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大胖媳妇在我们店植发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你看你们后续能不能再发2个她植发的视频，然后别打码，把我们品牌大大方方露出来，我们付广告费。”我当时吧有点不太敢接，我知道医生确实是尽力了，但到底啥效果咱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同事就跟大胖媳妇说了，大胖媳妇当时乐的脸都变形了。在我们眼里吧没多大事儿，在他眼中老大事儿了。他认为这是他接的第1个明星代言，而且这个代言费他认为跟我张彩玲无关，他理应私吞，给他乐的整个加拿大西海岸全知道了。然后1周过去了，2周过去了，我爸的股票都涨了，他的头发并没有。找我们做广告的人吧也一直在观测我们的短视频，观测了3周之后，人家不提花钱做广告的事儿了。我猜他们现在也想花钱，但不是花钱让我把品牌露出来，而是花钱让我把品牌打码，最好盖得死死的。大胖媳妇就着急了，她说：“我觉得这植发效果挺好啊，我一共就这些毛囊可以用，那谁还能给我植成刘欢老师啊？可能大家还是没仔细看，为了推动代言，我得努力让大家关注到我的植发效果。”于是到了铁岭，他就勾引所有人看他头发，从而夸他，还让我录。我们跟我姥吃饭，大胖媳妇就把帽子脱了，说：“姥姥看我的植发。”我姥说：“啥叫植发呀？”我说：“就是把秃顶的地方盖上。”我姥说：“啊，挺好，他该植，啥时候去呀？啥时候去呀？”大胖媳妇上火，躺那说：“哎，咋还不找我代言呢？等啥呢？”我都不忍心伤害他，告诉他实情。我说：“你先睡觉，别上火，睡不好那头发能长吗？”我就买了雅朵星球深睡被 Pro 双层的，控温又排湿。我怕冷，他爱出汗，正好完美解决。不用被套，贴肤软和，脏了拉链一拉，机洗烘干，换季也不愁。大胖媳妇脑袋能不能发芽不知道，睡觉应该是没毛病了。大胖媳妇认为这些有头发的人一定看不懂植发的效果，于是她走向了铁岭老公园，那里的男人懂她。到了老公园，她钻到老头堆里就脱帽。导致老头寻就开始传。公园西北角来了个老外，见人就脱帽，这么有礼貌，是不是一个传教士啊？然后有个老大爷问他：“你是哪国的？”他说：“加拿大。”这个老头就冲另一个老头说：“我知道是谁了，来那人是大山，上完春晚能吃了。”听话的老头耳背，跟下一个老头说：“来那个人能吃，昨晚把大山吃了，大山吃了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就没有一个人有植发经历的吗？”他就问我爷：“这里有植发人吗？”这有没有植发人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是录人头上边上看，在这里没了。终于碰见一个老头，非常友好。大胖媳妇冲他脱帽，他根本不知道大胖媳妇在干啥，反正看老外脱，他也随一个。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四面都不错，就剩中间这1寸了。”大爷说：“巧了。”我也就剩中间这1寸了，咱俩你说说，凹凸互补。大爷问大胖媳妇：“你这咋整的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植的发呀，你咋整的？”大爷说：“我随我爸呀，我随我爸呀。”